年过年见面喊他句孩子，我当时差点没忍住给他掏根花。真的，我都想过，我8岁的时候要敢跟长辈就这么说话，让我爸听见，我想年就8岁了。今天咱们再聊一个有话直说的话题。那下一位演员从来没有这个困扰，一直有话直说，对天对地，不服不忿。掌声有请翟佳宁。大家好，好，行了，稍等。大家好啊，我是翟体哈。2楼一直听这个词儿，我的妈呀！咱今天这个主题就是给我设计的，这就是真的给各位讲点这个家里的事儿啊。我有一个外甥8岁，特别喜欢看脱口秀，就想借着这个主题跟他说点心里话。我特别烦他，真的朋友们。那孩子是我讨厌过年回家的原因之一，就感觉80多岁的长辈地位都没他高，没什么素质。我今年过年见面喊他句孩子，他叫我宅子。我当时差点没忍住给他掏根花子了呢。朋友们，真的，我都想过，我8岁的时候要敢跟长辈就这么说话，让我爸听见，我想年就8岁了。孩子真没什么礼貌，而且特别暴力，最喜欢的运动是拿我当怪兽，对着我一顿打那个奥特之拳。咱被熊孩子打过没有？试试，熊孩子不光打，一边打他一边问你奥特之拳厉不厉害啊？然后崽子厉不厉害？你大人你也不好意思还手，想厉害厉害。他说这就厉害了，那我还有奥特飞踢呢，给我一顿飞踢。奥特之父、奥特之母就搁旁边看着。一个管的都没有啊！给我气的，我就佳宁嘴巴回了一下。我不想输给日本人的招式，你知道吗？完了，另一方面呢，也想把自己当孩子重新养一遍，是吧？开玩笑啊，真没打，这是想象的。这环境现在不敢打孩子，打完孩子奥特之父能让我享年31，你知道吗？我都想过，朋友们，就那孩子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小孩能做到我1年几乎就见他1面。完了，每次见面他都侮辱殴打我，完了我最后还得给他钱的人。我合计压岁钱这事更来气。今天给小孩包了红包，里边放了100，小孩把钱拿来看了一眼，直接就给他妈了，说妈，你拿着吧。妈，我想好了，我长大以后我就留在东北发展，我就不去外地找工作了。妈，你看那宅子根本没混出来的呀，很伤人啊。我真感觉有的小孩也真被惯坏了。我给各位讲个真事儿，上个月吃火锅，我斜前座坐了一个大爷带他孙子，小孩负责吃肉，大爷负责给他孙子举手机刷短视频。真的，大爷都70、80，那手都嘚瑟快的跟筋膜枪一样，我都怕他把视频里的人撒出来。真的，朋友们，相信我，那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看见人用快手刷某音。咱也不知道那小孩看啥，全是大爷爱看的。一个7岁的小孩看的第一个视频是男人过了70如何取悦自己，然后他就不爱看，就一直骂那个大爷换台，给老子换，给老子换，给老子换。我都没分清他俩谁是孙子呢。我就实在忍不住，我就制止一句，我说：“哎，兄弟，你怎么跟你爷那么说话呢？”对，孩子当时骂我一句也是原地干拔呀，说你能不能多管闲事呢？你个大黑狗！骂我大黑狗，确实准啊！我当时正好吃的是辣锅，我管他
很讨厌熊孩子，朋友们，这俩是我能记住的，我记不住的熊孩子都在高铁上了。朋友们相信我，我感觉高铁上应该挂个牌子，熊出没，你知道吗？真的。不太理解为什么孩子一到高铁里就变得很兴奋，有好几次看着孩子真的就在高铁上一路过隧道就跟他妈妈喊：“妈妈，山洞！妈妈看山洞！”过了5分钟，所有车厢里孩子都喊：“妈妈，山洞！”孩子煽动性是强着呢。哎，咱们听没听过有个理论说，这个小孩喜欢在公共场所莫名的大喊大叫，证明这孩子脑子在接受外部的新鲜刺激，在变聪明。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每次我早起赶高铁飞机，老天爷总能安排一个特别聪明的小孩正好坐我旁边，太聪明了，聪明8个小时，我越困他越聪明。我都有好几回都得看刑法才能冷静下来的。真的朋友们，我感觉一个在嵩山少林寺修炼20年的得道高僧心如止水，这辈子第一次生气可能就是从嵩山去武当山坐高铁交流，碰见一个特别聪明的小孩。我真不太理解，你说为什么是吧？高铁飞机严禁人抽烟，是不是？他就允许小孩大喊大叫。我拍良心问了问我自己，我宁可这小孩在我旁边就抽烟，真的。我都不希望他那么聪明，没有人能一直抽烟的，小孩一直聪明啊。我的哥，你乐的真是太突出了，妹妹，在旁边一直，你是不是带你外甥坐过高铁了呢？朋友们，我想了一下，就为什么咱们熊孩子这么多啊？我感觉有的故事，小孩听的故事该改了一下，真的。我原话给我外甥讲孔融让梨，你说有小孩叫孔融，跟你差不多大啊，人家就是有素质，给大人让梨吃。那外甥听完就怼我，那孔融那不缺心眼吗？宅子，那我饭量多大呢？那奥特飞踢多费体力呢，根本就没有用。你让一个小孩不敢看电视，最好的方法就是带他看一遍《午夜凶铃》。所以我感觉你应该把孔让梨这故事反过来，用震慑的角度给他讲，就告诉他小孩，有个小孩叫孔融啊，就跟你似的，就不给大人让梨呀，怎么劝都不听，就跟人大人一顿抢梨，后来让人大人打了挂梨树上了。哎，你再给他个梨来，咱吃个梨，不吃了，不吃了。啊，咱把那些故事全改了，你就告诉那小孩，有个小孩姓孟，坐高铁就爱大喊大叫，后来他妈被罚了3000块钱。这故事的名字叫《孟母三迁》，你知道吗？哎，再后来这小孩下高铁跟他爷去吃火锅，回头骂了翟佳宁大黑狗，他跟他爷在我心里全被判了无期徒刑。这故事叫童叟无欺，你知道吗？祝各位远离熊孩子，谢谢大家，我是阿宁，谢谢。谢谢孩子的表演，喜欢他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不知道为什么听翟佳宁这种狠人也有这种困扰，特别过瘾哈。对，感觉他被打就没有人同情哈。我看几位看的也是特别过瘾，是吧？我尤其喜欢他这招佳宁嘴巴。所以我使了一招麒麟按钮。佳宁点赞。哎呦，特别好，特别有意思。我觉得老翟这个范儿，就跟小北他们俩反正也不冲突。一个是关内的，一个关外的，不同品种的那个，对，各种对待世界的看法，这也是观察这喜剧。对，但我是纯恨，就是纯恨战士。对。特别好，确实也讲了很多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的这些个困扰，听着挺解气的。而且大翟这2季特好的，其实都是那个反差特大的，要不然就是讲偶像剧，要不然就讲动画片你看就这种的，非常是你适合走的路。回去我再看2遍小猪佩奇，我再找找灵感。我就感觉那个翟佳宁，但凡是他的真困扰和真愤怒，他都会讲得特别来劲儿。是对，但是幸运的一点就是我对什么事儿好像都有点困扰，就是愤怒。都愤怒。就是我觉得今天是
这一季的三场以来吧，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哎，感谢。就是情绪非常饱满，然后带动的也很厉害。我是特别喜欢那个快手那个，那就是为了你写的，杨天真老师那个。你刚刚舞台形象不是这样的。现在是个大黑舔狗了。大黑舔狗。非常好，兄弟，拜把子吧，拜把子。有始有终啊，有始有终，然后这个包袱又密，我觉得他自己的语言节奏，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我虽然没有讲过脱口秀，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要涉足那个脱口秀的话，我要学习你这个这个方式。我们现在是翟家军，现在是翟家军，当心那个人的粉丝来说你哦。妮娜呢，看得挺过瘾。我感觉节奏超级好，而且因为他的外表看上去是很凶的那种人，我这个角度看，结果我以为他要，我这角度看也是，对，我以为他要唠点社会科，结果他唠的是小儿科，对，就是蛮有意思的，对。谢谢。确实，而且大家今天包袱好，你这不然他这么狠的气质，这容易吓着别人，还是？对，超雄陆战队。我想问一下，那你小的时候你是什么状态呢？我小时候是一个特别听话的孩子。我感觉翟佳宁这个人有种没有小时候的气质哈。我想采访一下你舅舅，问他是真实的吗？这小时候还就是挺蔫巴的一个孩子。你喊你舅喊什么？喊舅喊那个刘子。对，喊老舅，对，太听话了，就是突然就感觉我凭什么这么听话，就是。所以对这个侄子外甥是一种嫉妒的心情是吧？没，我还是很爱他们的。没看出来。每年过年都给他们买玩具，奥特曼什么都买，是真的。他们也知道在台上的表演都是调侃，是假的。是。谢谢翟子的表演，非常精彩，也拿到了气氛组的满票。同样，这4位分数最高的将直接晋级。那下一个名额会是谁？应该是大翟。翟进了。肯定进了也。请看大屏幕。恭喜翟佳宁191票，成功晋级，请前往晋级区就座。不得不说，有的时候在比赛中，尤其是只有这几分钟的时候，这些强烈的情绪还是能把观众迅速的带到他所谈论的话题里。那你小时候是熊孩子吗？不是，完全不是。别人会对你有误解吗？说你长得凶啊？不凶，小时候没长开之前面相不这样。原来没有棱角的时候，没有这么那个面目可憎啊。小时候就是特别在意别人的情绪，父母长辈啊不高兴了，我会立马改，长者为大。我直到现在，我吃任何的饭呢，饭店或者外卖，我那碗里头1粒米都不能剩。见人也得打招呼，然后如果家里来客人了，一定要给人送到最少电梯门口嘛。那谢谢刘洋教主的表演，教主的表演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满票。那教主也是这个拼盘最后一位演员，所以我们最后一个直接晋级的名额马上也要诞生了，究竟会是谁呢？大屏幕还是教主？肯定是教主。请看大屏幕。恭喜刘洋188票，成功晋级，请前往晋级区。对不起。能最后的说一句吗？因为刚才特别感谢天真姐也问了，就说那个其实我19年到22年是心态最不好的几年，然后那段时间也是感觉自己老会哭啊，老会否定自己，然后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才华。但我真正的心态变好是22年，我遇到了我2个队友，然后松田硕和宇文秋实。在后面就遇到了很多的人，遇到了老师好，遇到了四世同堂，遇到了时尚无难事，然后以及我们现在的队伍一颗苹果。我真的很想说，就以前在喜剧的道路上，我可能是孤星之旅，但遇到这些人，让我开始渴望生活。非常谢谢大家。恭喜刘洋教主直接晋级，请前往晋级区就座。追求的也不是一个结果，他追求的是
他在努力把自己的一切变成最好的过程，最终会怎么样他都接受，但是他不接受一个不努力的自己。其实我这篇稿子非常感谢许指导，还有感谢七七，他们俩告诉我很多这个素材，我把这些素材拿过来用，我觉得这是具体的帮助。然后更大的一个帮助是精神层面上的帮助。去年就孤零零来，然后你孤零零的这个录完走了，你不知道该找谁吃个饭。现在至少有一堆人，你知道你永远可以去找这些人。哎，教主在台上说的时候，我真的好感动，因为其实我也是在这次跟一颗苹果队，就是跟我们一起改稿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段子伙伴。我们更愿意向彼此打开自己，更容易去说一些触动到我们的事情。我觉得段子伙伴重要的是伙伴，我非常庆幸我们这次可以一起同行。我们决定回北京就到月明家，让她男朋友做饭吃。对，都来我家吃饭。确实也是真心话，因为脱口秀就是一直一个人站在台上演，可能在台下就格外需要大家都在一块儿，确实都是真心话。我们这边的3位朋友辛博、宋万博和甄勇就很遗憾没有办法直接晋级，我们也来看一下3位的最终得票情况。其实辛博还真挺接近的，确实。那我们也请3位先回到舞台中央，因为按照规则，排名较为不那么领先的3位要暂时前往待定区，所有的拼盘表演结束之后来统一排名。去待定区之前，还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吗？我先来吧，那就走到第3轮我也很开心。今年从3月份的海选到现在，经历了很多。希望如果明年有的话还会来。然后特别感谢小陆姐，也是我们云南的老乡。然后我来到上海之后，她就特别鼓励我。还有我2个特别好的伙伴西汉跟王悦，加油！我相信这不是我的终点啊，我一定会明年一定会重新再来。其实我演这3轮，我会感觉我是在逐步适应这个舞台。今天是我演的我3场最舒服、最满意的一场，感谢你们。岳哥，我买票去看你，我请你。说完了，然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谢谢大家，我是辛博。发现丑的眼睛。好，谢谢3位，谢谢辛博、甄勇，谢谢宋万博。那请前往待定区就座。还有机会，最后我们所有待定区的朋友也会根据大排名，排名靠前的朋友还是有机会回来的。那我们上半场的这个拼盘到这里是全部完成了，我们几位感受如何？岳哥先来。比我想象的好笑，他们的节奏。你想象的是什么样子的？我总觉得这个观众的笑声是贴进去的，是我们共同贴进去的。除了这个明飞，其他3位应该都是那种高能量、强输出的这几位表演者，所以我们就想看看下半场还有什么其他不同风格的能够留在我们的这舞台上。我感觉我们上半场充满了阳刚之气，然后整个现场非常多的荷尔蒙，然后大家都火力全开，表达了不同的愤怒。然后现在此刻也非常期待下半场看我们的女将出场。我很开心来欣赏所有人的表演，然后我已经渐入佳境。渐入佳境，好，这就是对下半场最好的期待。那我们本场主题第1个拼盘的演出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再次恭喜直接晋级的4位，恭喜小北，恭喜陈明飞，恭喜翟子，恭喜刘洋教主。